蔡徐坤的打胎事件引来舆论一波又一波，除了一夜情、打胎、监视私生子，又有人爆出了新瓜。这次央视下场，他真的要被封杀了。蔡徐坤出席活动前夜，主动约炮月经期女生，总统套房一片狼藉，这究竟是胡乱编造，还是确有此事？自从狗仔凭借一己之力将顶流蔡徐坤挂在热搜榜整整2天后，就有无数网友开始投稿，想要进行爆料。而这次投稿的就是一名自称酒店实习生的网友。这次爆料的事件发生在5年前，但却是首次被爆出。据爆料，2018年，蔡徐坤受邀参加了 GQ 年度盛典，而在活动前夜，他就已经入住了主办方安排的总统套房。整整1个晚上，他的房间都开启着请勿打扰的灯牌。第二天一早，蔡徐坤房间就要求打扫卫生。蹊跷的是，他对打扫人员也有要求，必须要年纪大且经验丰富的阿姨。如果说这还能用要求严格来解释，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只能用离谱来形容。蔡徐坤的门口不仅有酒店保安站岗，就连房屋里面还有他自己的保镖。这样声势浩大的情况不禁让人心生疑虑，这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？而当阿姨开始进屋打扫后，一切就更加诡异了。整个房间的布草都被弄脏了，床上不仅残留了许多长头发，还有一大滩血迹，就连床垫也没能幸免。由于工作量实在太大，当天阿姨没能完成更换床垫工作，至于残留的一些血迹，也只能等待第2天对方退房后才能进行深度清洗。然而，在自动退房后，阿姨打扫时发现房间状况虽然没有前一天那么惨烈，但整体还是很杂乱。客厅桌子上都是红酒小吃，地上全都是垃圾，至于衣帽间更是杂物遍地，哪里都是长头发，只要看一眼就知道这里肯定发生了一场乱战。除此之外，爆料人还附上了一张聊天记录，上面说蔡徐坤与其朋友一整晚，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房间里会有那么多血。爆料人生怕网友不买账，还爆出了自己私藏的2张照片，一张是当时蔡徐坤方遗留在房间里的工作牌，一张就是他在总统套房拍摄的宣传照。这个蔡徐坤活动前夜约炮经期女生的爆料已经发出，很快就引发了网络热议，而大部分人的态度都是不相信。有人质疑爆料中阿姨的打扫速度，按照一个熟练工的工作流程来说，根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。有人称，按照正常逻辑来说，知道的人越多，泄露风险越大。如果真的是顶流约炮，肯定不会选择这种几乎光明正大的方式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爆料没有什么实锤，没拍到正主和女方照片，全都是爆料人通过房间状况进行的自我猜测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一篇小作文和几张模模糊糊的照片，完全没有可信度。不过，也有人对此将信将疑。蔡徐坤确实参加了2018年 GQ 盛典，而且当天他穿的服装和爆料人发布的总统套房宣传照一致。至于这个爆料真实性，我们目前不得而知。如今蔡徐坤方的态度几乎是在默认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打胎事件，这也不排除会有人想浑水摸鱼，通过胡说八道利用这件事情的热度来蹭流量。至于蔡徐坤这边，虽然丑闻缠身，还时不时有各种新料爆出，但他的粉丝数量不仅没掉，反而还上涨了几十万。更离奇的是，这边丑闻不断，那边下个月的新加坡巡回演唱会也会按期举行。在一夜情事件爆出后，就有狗仔爆料蔡徐坤其实还有一位秘密情人，除了情人之外，还有知情人爆料蔡徐坤其实私下有3个孩子，其中1个孩子是他与粉丝生下来的，1个孩子的母亲是圈中大佬的女儿，最后1个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位富家女。以上这些流言也都是一家之言，目前都没有实锤证明。而这时的狗仔还站出来梳理了整个事件的发展。据他所说，蔡徐坤背后其实有一位大佬撑腰。早在很久之前，就有人爆出了一夜情事件，但都被大佬解决了。当时大佬还跟蔡徐坤达成了交易，但在之后的几年里，蔡徐坤并没有履行当初的约定，此举无疑是惹怒了大佬，所以才有了如今闹得满城风雨的 C 女士事件。也就是说，这件事情并不是 C 女士主动曝光，而是大佬给蔡徐坤的一个下马威。毕竟 C 女士的赔偿早就拿到了，还签下了谅解书，此时爆料对她百害无一利。蔡徐坤事件发酵至今，舆论已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。不过已经有狗仔放话会继续爆料，甚至透露出可能会牵涉到未成年的信息。而各方官媒最近的动作几乎也是在告诫蔡徐坤，沉默并不能让这件事就此结果。
7月的第一天，蔡徐坤事件终于迎来了新进展，开始走流程。蔡徐坤陆续被节目除名，代言开始掉光，还被狗仔继续爆猛料，或成下一个吴亦凡。6月30日，本是奔跑吧最新一期播出的日子，节目组却表示将要延期播出。要知道这一期的奔跑吧是在泰国录制，可是不只有沙溢、白鹿、Angelababy、李晨等老卡司，还邀请了范丞丞、王鹤棣、杨云晴等人，阵容强大，花费巨大，可是却停播了。节目的粉丝气愤不已，直言为了一个人好可惜。奔跑吧这边说着是因为编排原因延期播出，另一边却悄悄地将蔡徐坤除名。翻看奔跑吧第5季、第6季、第7季的阵容，都已经不见蔡徐坤的身影。但在之前的大海报上，蔡徐坤还站在 C 位，实在是讽刺。就连蔡徐坤的另一档综艺《青春有你2》也将导师蔡徐坤除名。再看第4届 TMA 音乐盛典，6月26日，蔡徐坤还位列第1的位置，6月27日就被除名，连海报都撤掉了。此前蔡徐坤在线下有不少地广，打卡范儿十足，如今也陆续在撤离当中。内部机构发布预警，让各大项目组排查关于蔡徐坤的各种广告投放，包括场内广告投放、自媒体平台、电子文件文章也要做下架处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有网友发现预警一发出，蔡徐坤的地广便陆续被撤离了。此外，蔡徐坤手握10多个商务代言，其中不乏3大奢侈品代言，也都岌岌可危，陆续在解约当中，蔡徐坤或将面临巨额赔偿。还有网友发现，蔡徐坤代言的燕京广告，此前曾在自家电梯做广告牌，如今也不见了。目前已经有官方媒体下场，针对蔡徐坤的事件发布了风险提示，蔡徐坤的口碑和商业价值几近崩塌。众所周知，一名娱乐圈艺人的凉凉是从相关品牌方解除合作开始，一旦商业价值这块崩塌了，明星也就没有任何在圈内活跃的必要了。没有广告方和金主合作，明星再出名也无法在大荧幕上出现。就在昨晚，蔡徐坤的作品突然被多个平台下架，搜索名字甚至已经查无此人，并被内部标注为不良艺人。本以为和 C 女士的问题已经和平解决，没想到爆料者说这只是个开始，却不是他被封杀的根本原因。真正导致他被封杀的大瓜来了，信息量巨大到不敢相信。网上爆料称，蔡徐坤这件事目前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了。因为收到了很多匿名的举报，涉及到了很多因素，包括和未成年人、多人运动、开饮乱趴，甚至是税务问题，所以才迟迟不出来回应。不仅如此，蔡徐坤的处境已经到了临界点，所有的合作商家沉默，是因为在等一个官方声明，最终会统一提出解约。如果真是这样，20多个代言几十亿的违约金，估计也会让蔡徐坤负债累累，彻底崩盘。从网上爆出的信息来看，蔡徐坤身上涉及到的违法事件并不是1件2件，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凡凡。而就在今天上午，针对发酵多日的一夜情致女方怀孕打胎事件，蔡徐坤终于发文回应称，与 C 女士2年前有过交往，双方之间的私事已经在2021年妥善解决，彼此没有进一步的纠葛。蔡还称，他和 C 女士的交往均属双方自愿，不存在女方为未成年的情况，也不存在所谓的强制堕胎，不涉及违法行为。就在蔡徐坤发文回应之后，狗仔又爆出了新的瓜，称蔡徐坤和未成年粉丝 W 女士发生关系，还疑似被拍下了亲密照。狗仔爆料 ，W 女士是蔡徐坤粉丝，13岁开始追星，两人是在某品牌活动上认识的。之后，蔡徐坤多次邀请 W 女士去家里，随后狗仔还晒出了两人聊天记录。蔡徐坤约 W 女士去陪他拍广告，之后两人就一起回了蔡徐坤家。当天的行程只有 W 小姐知道，别的粉丝都不知道。据女方描述，当天自己上车，手机就被蔡徐坤收走了，操作很是熟练。到家之后，女方有些口渴，蔡徐坤给了她一杯橙汁，不知道是不是放了伏特加，喝完之后有点晕。之后，蔡徐坤和 W 女士的亲密照也被曝光。据悉，这个亲密照是蔡徐坤工作人员拍摄的。这个工作人员后来因为私联粉丝，被蔡徐坤辞退了。据 W 女士录音，她和蔡徐坤之间有联系方式，之后两人还见过几次面。蔡徐坤在聊天截图里还叫她宝宝。同时 ，W 女士还爆料，蔡徐坤还和别的人发生过关系。而蔡徐坤和女方发生关系时，女方才刚满17周岁，还是未成年。
不仅如此 ，W 女士还爆料蔡徐坤父亲还涉嫌赌博，父母都有法律触犯。对于这些爆料，蔡徐坤这次火速在线否认，说纯属造谣，照片不是他已经去报警了。网友也发现亲密照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出现在别的博主的微博里，照片里的人不是蔡徐坤。而狗仔对此回应称，照片是 W 小姐提供，真假他们不知道，但是细节他们是认真核实过的。随后，相关视频的拍摄者也出来发声称视频是自己拍的，纯属造谣。这么一通下来，网友纷纷认为这是公关手段，还质疑狗仔跟蔡徐坤联手洗白，用一个假瓜连带着辟谣真瓜。此前，蔡徐坤发文回应此前一夜情传闻，承认曾与 C 女士有过交往，但已经在2021年就妥善解决，不存在未成年人和强制堕胎。当时狗仔就在评论区喊话，称要爆料的是另一件事。而且蔡徐坤方在回应中也丝毫不提找私家侦探和安装监控的事情，只说和 C 女士的交往均属双方自愿，不涉及违法行为。但此前 C 女士已经因为被跟踪一事报警，爆料人也称蔡徐坤等人被警方传唤，最后是女方写了谅解书才算了结，但蔡徐坤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回应，避重就轻只说恋情，引起网友质疑。不仅如此，不少粉丝也因此彻底脱粉。2021年的时候，蔡徐坤还是事业上升期，结果他现在承认当时和 C 女士有交往，粉丝直接说他偶像失格，背叛粉丝，大喊还钱。毕竟蔡徐坤这个顶流，从出道到发歌，全都是靠粉丝花钱砸出来的。如今蔡徐坤事件无论走向如何，他塌房已成事实。